醒了，你已经昏了1天1夜，我还以为你撑不过来了。这是哪儿？你连这儿都不记得了？这里是黑麦城，我们的家呀！末日降临，资源匮乏，这座边境小城被猎荒队控制，普通居民每个月都要上交物资，交不出来的人会被赶出城去猎荒，而猎荒基本等于送死。这个月的物资该交了，你们这屋里也没别的东西，就这几块饼先抵着吧。那是我们最好的口粮，你们拿走，我们怎么活？怎么活是你们的事儿，交不出物资就滚去猎荒。黑麦城不养闲人。你小子命还挺硬，上次猎荒居然没死。不过下次就不一定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再凑不齐这个月的物资，就拿着破房子抵。咱们走。王彪是猎荒队的人，附近几条街的邻居都怕他，每个月交不出物资的人被他打过不止1回了，我们惹不起他。我等会儿找点东西去换点水来，你刚醒，需要水。换水？水还需要换？这不是有井吗？早就干了，现在吃水得跑到街上的公用水井去打，而且得拿东西换。这不是枯井，下面有水声。你下去干嘛？下面什么都没有。我就看看。真是枯井，那刚才的水声。真是水。这水能强化身体，跟自来水开关似的，这样也好，以后也不用担心秘密被发现。这块石头是之前修院墙剩下的，怎么也得100-10来斤，但现在的我为什么感觉能一拳打爆它？雨晴，这是你干的？之前的物资只是预支，这个月的正式配额该交了。你们2个人得交2份，拿不出来就赶紧收拾东西，拿着房子抵。你们别太欺负人了！王彪一家又在欺负人，谁让人家当上猎荒队副队长了呢？咱们这些人谁不得看人家脸色？我们没有多余的物资了，能不能宽限一段时间？你小子是不是上次猎荒把脑子撞坏了？没死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是吧？哎呀！你小子还敢还手，给我打！这小子不对劲儿，好大的力气！我说宽限2天，行还是不行？行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我们走。这还是那个恶霸王彪吗？对呀，这恶霸也有低头的一天。李青真是太厉害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以后你会更习惯的。那混蛋什么来头？今天可是让我丢了大面子。哼，他能打，不代表他能活。你能压住这条街这么多年，靠的不是拳头，是猎荒队的规矩。妈，你的意思是？他不交物资又不服管，按规矩就该安排猎荒。城管的刘强不是跟你熟吗？把他名字加进明天的猎荒名单里。明天的猎荒任务是清理北门外那片废墟，去了的人没一个能活着回来。我让他明天自己出去找死。今天猎荒的地点：城北废墟。念到名字的出列：张三、李四，还有李青。刘管事，李青他身体还没好利索，而且城北那么危险，能不能换个地方？规矩就是规矩，
他没交物资，又年轻力壮，不去猎荒，难道在城里养老？怕死就别在黑麦城住，没人求他留下。北门，我去。等你回得来再说吧。北门外面全是荒地，连个遮蔽的地方都没有。你第一次出去别逞强，跟紧队伍，遇到东西就跑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这东西怎么跑到这么近的地方来了？快跑！野猪，以我现在的力气，未必打不过，赢了就有肉吃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一下就把变异野猪拍死了。天都黑透了还没回来，北边可不太平。第一次猎荒就想活着回来，北门那片废墟，老猎荒者都未必能全身而退，就凭他。怎么，等急了？你没事吧？没被伤到吧？没有。走，咱回家吃肉。这是野猪，少说得有300斤。李青啊，你们是怎么弄到这大家伙的？不可能！这小子怎么可能弄死变异野猪？一定是他在外面运气好，碰到头死猪。运气？我倒希望我们有这么好的运气。这头野猪是李青自己一铁锹砸倒的。对，是李青一个人打死的，他救了我们的命。李青，你给我等着！上次吃肉是什么时候？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我妈还在的时候，用麦饼和一点点肉馅熬了一锅粥，那是我吃过最香的东西。原来真正的肉是这个味道。以后不用再想上次是什么时候了，从今天起想吃就能吃，得找个机会让林雨也多喝点井水，强化身体。这水不光能让人强化身体，还能让土地重新生长。如果能种出粮食，那以后我就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。下一个，刘技师，上个月还能领小半袋掺沙的薯粉，这个月就剩这点麦饼了，这点东西怎么撑到下个月呀？最近外围资源越来越难搜集，粮食不够分，只能减配额。都听好了，从下个月开始，猎荒任务增加，每家每户的青壮年都得轮流上阵，不出去找吃的，黑麦城撑不下去。刘干事，我家老头子腿脚不好，哪有力气去猎荒啊？碰上变异兽，那就是送死。这是规矩，没有例外。下一个。现在这个环境，种不活的，全城的土地都板结了，下了毒雨，除了那些变异的野草，什么都不长。咱家就这点种子有点价值了，留着关键时候还能换口吃的，埋下去就是白糟蹋，还浪费水。试试看，
万一长出来了呢？长官，这小子不仅上个月拒绝缴纳物资，还仗着力气大打了我们猎黄队的人，公然破坏黑麦城的规矩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？上次北门猎荒，我拖回来一头野猪，刚处理完，正准备上轿，这算不算贡献？王彪，这件事你为什么没有上报？一头300斤的野猪，足够抵得上他个人2个月的配额。按规定，他不仅不要重新审核居住资格，还应该追加额外的物资配给。长官，他那就是运气好。规定只看结果，不看过程，带回资源就是贡献。举报不成立，居住资格不予重新审查。这井里的水不仅能让荒地重新富有活性，竟然还能加速植物生长，太神奇了！李青，你快看，长出来了！咱们真的种出东西来了！天哪！这是地枇杷，没错，李青，这是地枇杷，末日前我吃过。看来这口井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。有了这东西，以后就不怕挨饿了。真是地枇杷，末日以后，我就再也没吃过这个了。我妈每年都会在后院种一小片地枇杷，收了就晾在屋顶上晒，味道和这个一模一样。以后会更多的，我看院外的荒地挺多，等会儿我就去开垦一片地，多种下一些。李青啊，我这儿有几包盐和1袋种子，能不能给我家换点粮食？几块麦饼或者半包压缩饼干都行。种子，这东西对其他人无用，对我来说却是价值连城。这些种子你还有多少？唉，这东西现在还能有什么用？都种不活了。我家里还有小半袋，是我老伴在世的时候留的。他说万一哪天土地好了还能用上。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地越来越硬，种子一直搁在床底下吃灰。记忆里，张大爷对原主还算不错，不是什么恶毒的人。这是哪来的？张大爷，你家里那些种子全部拿过来，我用猪肉再加这些地枇杷和你换。张老头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新鲜的地枇杷？难道李青这小子在城外发现了野生地枇杷地？不行，我得弄明白。你想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种点东西你也管？哼，这是黑麦城的地方，你想用拿贡献来换。上次那头野猪顶多保住你现在住的院子，这块地的使用权限可不在你名下。你想占这块地也行，按规定先交5份物资的押金，再每月多缴2块配额。你们凭什么这么做？这地荒了这么多年，谁都不管。李青刚理清，你们就来砸。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。你想干啥？我可是猎荒队的。放心，我还懒得收拾你，这块地我肯定会拿到手的。黑麦城外围的荒地确实可以申请使用，但需要完成指定的猎荒任务来积累贡献。贡献够了，荒地就划到你名下，这是规矩，不是针对你一个人。任务都在公告板上贴着，你自己看。
先等通知，等上面分配好区域再安排具体行动。把他安排去这个地方。李晴，那里太危险了，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回来。他不是想证明自己能做贡献吗？就让他证明。这不符合规矩。规矩？我和城管的刘强可是好兄弟，你最好识相点儿。就算没有野兽水果地也没事，让我找到送你上路的方法也不错。哈哈，李青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活。你是不是得罪人了？那个地方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回来。这地方怎么会有山洞？洞口这些痕迹，不像是普通野兽留下的。我靠，老虎！畜生，就是现在！怪不得都说这片区域危险，原来是有这畜生在。要不是一直喝着井水强化身体，还真被这畜生害死了。这里像是末日前某些人准备的避难所。这是太阳能发电板。这是啥？太阳能板？这东西末日前才能用吧？你从哪儿翻出来的？荒地里有个山洞，里面存了不少东西。出去一趟就带回来这些破烂，让你去猎荒，你没带猎物回来，就弄这些不能吃不能喝的废铁，也算完成任务？关你屁事！你少得意！一块破太阳能板还不一定能用。这都是啥东西？希望蓄电池是好的。以前一到晚上就什么都通看不见，现在有光了，反而不知道干什么好。不知道干什么，就这么坐着吧，看看地菩提是怎么破土开花，又扎入地里结果的。李青，你真好，不光让我吃上了肉，还把地里种出了东西。现在到了晚上还有灯，我之前一个人住在这里的时候，从来没想过能有这种日子。以后还会更好的。他出去一趟，不光带回来物资，还弄到太阳能板。妈的，他倒是越混越像个人物了。我在黑麦城混了这么多年，反倒被比下去。明天就去找刘强举报他，私藏物资，太阳能板和电电石都是城里的资源，凭什么他一个人全占着？刘队，李青那小子你得查查，他上次猎荒带回来的太阳能板和地电池可都是城里的公共资源，结果他一个人全吞了。还有他在院子里私自圈地种东西，囤了不少粮食，一样都没上缴。这还不算，他家院子里现在连电灯都亮起来了，全城晚上一片黑，就他一家亮着，这不是搞特殊是什么？太阳能板是他从荒地山洞里搜回来的，属于猎荒所得，按规定归个人所有。至于粮食，你说他私藏，有证据吗？还要什么证据？你去他家院子里看一眼，就全明白了。行，我会去调查。
你先回去。这井水浇出来的果子不光味道好，还能恢复体力，身体状态比昨天又强了一截。如果现在再遇到那头老虎，估计就没那么费事了。你又一大早起来浇地了？昨晚灯亮到那么久，你不困吗？还好，不怎么困，感觉比睡了一整天还有劲儿。你最近力气越来越大，人也越来越有精神了。可能是在这边吃得好，睡得好。是吗？好像自从吃了你种的东西之后，身体越来越好了。李青，有人举报你私藏公共资源，私自圈地种植，囤积粮食，破坏黑麦城规定，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你们有证据吗？凭什么抓人？拒捕者一起带走。想带走我，先问问我的拳头答不答应。我没有私藏公共资源，太阳能板和蓄电池是我从荒地山洞里搜回来的猎荒所得，按规定归个人所有。这块地是我一抄一抄翻出来的，种子是跟邻居换的，规矩我查过，荒地谁开垦，使用权归谁。要说举报，也该是我举报王彪多次伪造猎号分配任务。行了，刘队，你看，这么多粮食，他一点都没上交，这不是私藏是什么？还有那块太阳能板，要是交给城防所，能供好几个哨塔的照明。这小子现在还敢公然袭击治安队员，更是罪加一等。王彪说李青私藏物资，但这院子里的东西确实都是猎荒所得，每一样都有来源，每一样都合规矩。倒是王彪，最近街上的居民投诉他滥用猎荒分配权已经不止一次了。这个李青不光能打，还懂规矩，跟王彪不是一类人，用处更大。谁能证明？我作证，李青院子里的地皮条种子是以前我给的，那些太阳能板和闭电池是他自己从荒地山洞里拖回来的，跟公共资源没有关系。对，野猪也是李青一个人制服的，我们都能作证。举报不实，李青的所有物资均为猎荒所得，属于私人财产，不予没收。强哥，我查过登记册，你之前多次在猎荒任务恩派上动手脚，把危险的区域派给新人。上个月你还私自修改任务地点，性质比今天的事严重多了。带走。强哥，强哥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可是兄弟啊，强哥。以后有麻烦可以来找我。刘管事，我想要我家院外的那片荒地。你上次高危猎荒的贡献点数已经够申请一块外围荒地，按照规定，贡献点数达标就可以划给你，我没意见。咱现在有地了，下一步干啥？招工。招工？招募人手开荒，管饭，还有肉。李青啊，这是真的？真的，张大爷，来帮忙开荒的，供粮食，还有肉干拿。哎呦，先给我留个名额，我还认识不少现在家的闲汉，这就去叫。听说开荒管饭，我把家里那几把旧铁锹都磨好了。那咱先干，干完就开饭。今天先把碎石清走，草根挖干净。中午饭灶台上统一做，干完活来领。这活也太累了，一上午才清了一小块地，这荒地哪能种出东西来？嫌累可以走，也可以换轻松的活，但没有肉。林雨这丫头还挺有领导范儿，以前一个人缩在屋里不敢吭声，现在敢当着一群人的面发号施令了。地再大，种不出粮也是白费。这荒地干得跟石头一样，你浇一桶水还不够太阳晒的。你有本事挖地，有本事让天上掉水下来吗？这泼妇说的也对，家里井水流量太小了，不够浇的，普通井水浇上又没用，得想个办法。对了，
如果我把家里的水和普通水稀释一下呢？井水一滴就能让一株嫩芽破土。如果把比例调到1桶井水兑上普通水，说不定能浇完一整片地。这啥情况？昨天种下的种子，今天就发芽了。李青还真是有大福气的人啊！皇帝都能种出东西来，快干快干，说不定人家回头还分咱点菜嘞。臭小子，害我儿子，你也别想过好日子。管事儿啊！你快去李青地头那儿看看，那小子昨天刚种的种子，今天就出苗，哪有这么快？种出来的东西肯定有问题。你不管管这事儿，万一以后吃出人命咋办？上次你和你儿子真有意思，说人家私藏物资，我查了没问题。这次你说他的粮食有问题，你有证据吗？我不管，末日里哪有长这么快的粮食？李青种出来的东西肯定有问题。刘管事，你自己看，昨天刚撒的种子，今天就长这么高，这种事儿你见过吗？他种出来的粮食肯定有问题，说不定用了什么污染的东西催熟的，谁吃谁死，你们可别不要命了。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，谁都不许碰这片庄稼。赵桂芳，你也别动，站远点。等结果出来，看你怎么死！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是不是污染超标？快把他抓起来！李青种出的粮食没有污染，没有毒素残留，各项指标都正常。而且检测站说，这批麦子和地皮包营养成分比普通粮食更高，结论是安全，可以食用。我就说嘛，李青种出来的东西我早就吃过了，那地皮包又香又甜，老头子我吃了半辈子粮食，没吃过这么好吃的。李青，你那些地布菊还有吗？我拿盐给你换。家里老头子吃了你上次给的那几颗，念叨了好几天，说还想吃。有，林雨，你带刘婶去屋里拿。哎，刘婶跟我来。李青，我拿白菜种子换，我用这铲子换你2斤麦菜。李青，你给我等着！赵桂芳，你跑我这边来干什么？秦队长，我就是来告诉你一个消息。以前王彪在的时候，每个月都给你们送5个新人探路，让他们走在最前面当肉盾，你们躲在后面，等新人把野兽引开了再动手，伤亡全让别人担着，猎物你们自己分大头。可是现在王彪被李青那小子弄进去了，以后可没人替你们送死了。李青，赵桂芳，他身后的这些是什么人？谁让你们踩进来的？往后退！你，还有你，老头子也算一个，凑够5个。明天一早到城门口集合，轮到你们街区出猎荒任务了。张大爷这么大年纪，你们也拉去猎荒？上次他儿子就是死在猎荒任务里，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。这是城里的规矩，每个街区都得轮辈出人，凭啥你们搞特殊？有本事让你们李青去找刘强说理呀！刘管事，你来的正好，猎荒队来这儿强行拉人，连老人都不放过，你管不管？黑麦城每5个街区变成一个联防组，城市保护所有居民，各区域也必须轮流派人出去寻找物资。这规矩不是我定的，他们联防组出任务的时候，确实有权从你这街区抽人。我能保证的是名额不超，但该出的人一个都不能少。这什么破规矩？不论老弱，全凭他们一句话就能强行拉出城送死。他留下，
我替他去。他们就是故意的。王彪在的时候，每次猎荒都让别人挡在前面当诱饵，现在你把他弄倒了，他们是盯上你了。没事儿，我能处理。大爷，您别担心，明天你不用去了。李青，明天我跟你去。老头子活了这把年纪不怕死了，你别一个人扛。明天谁跟我去都行，但到了地方，听我的，走最前面，不一定就是送死。他们想看我们出事儿，那就让他们看看我们出事儿之前，谁先出事。你只能替一个，剩下4个名额，照样得凑齐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既然你主动送上门，明天就由你带着他们走最前面。按规矩，新人走前面探路，你带着你那4个人打头，我们正式猎荒队在后面压阵。有什么动静，你们先顶上，我们随时支援。秦哥，让他们走那么前，万一真冒出什么东西来，他们几个怕是顶不住。顶不住就对了，新人探路就是这规矩，野兽先盯上谁，算谁倒霉。这是野猪，吃激素也长不到这么大吧？我靠！变异野猪，快跑啊！全部推到那块巨石后面，蹲下别动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别出来。虎哥救我！快拉我一把！这畜生速度太快，这么大体个子，杀一个人绝对不会罢休，得先出手。这小子连变异野猪都能整死，不行，这猪不能让他独占，我还有弩，不信他敢跟我横。别愣着，有斧子的赶紧掏出来把猪宰了，这样不好带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们人是跟着我们出来的，猎物自然也归我们。你们赶紧滚开，这猪归我猎荒队了。兄弟们，上，给我把这头猪拆了，装起来。你们站在后面，你们这些人躲在后面一箭没放，一个人没上，现在凭什么来抢东西？凭我人多，凭联防组的规矩，猎物归队里统一分配，这是黑麦城定下的。你一个新来的想坏规矩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让开，回头分你一条猪腿，不让，今天你就跟这头野猪一起躺在这儿。我靠，这还是人吗？他刚才把变异野猪都给提起来了。虎哥，这小子有问题。这是你逼我的。你们把猎物赶紧拆了带上，其他东西别管了，直接加回城给我看着，他们不敢动。城市的规矩我认，以后该我们街上出的人一个都不会少，该猎荒就猎荒，该交配额就交配额。但谁再把我的人当炮灰，谁再想踩着他们独吞猎物，我先拿谁开刀。你没受伤吧？没事儿。这么大一头野猪，你们几个人肯定吃不完。按规矩，猎荒队的猎物要上交统一分配，
现在你一个人全扛回来，回头别的街怎么看我们街？以后还怎么跟人家打交道？还是赶紧分一步出去，大家都好做人。谁出力谁才有资格分肉，没出力的人不在分肉的名单里，这是规矩，不是针对你。以前我躲在他身后，什么都不敢说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他一个人扛着所有人的命，我不能让他连吵架都要自己上。分给他们！秦虎的人躲在后面，一箭没放。野猪冲过来的时候，他们跑得比谁都快。青哥让他们躲在石头后面，他自己上去硬扛。我们4个蹲在石头后面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头野猪是青刚一个人打死的，不是联防组一起猎的。猎荒队连根箭都没射在野猪身上，凭什么分肉？人家自己打的猎物，你赵桂芳张口就要往外分，哼！你怎么不把你家东西分出去？秦虎那群人平时猎荒就躲在后面，现在连别人打的猎物也好意思抢，脸都不要了。谁出力谁分肉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不管去哪儿猎荒都是这规矩。李青把猎物全分了，一块肉都没给你们留。他不光抢你们的猎物，还当众说你们猎荒队没用。他说以后他们街区的规矩是他定，谁也别想占便宜。你们咽得下这口气？他一个新人还翻了天了，能打又怎么样？我非得治治他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凭什么抢粮？昆你男人去！妈的，猎物不给我们，这些粮就算补偿。你们李青不是规矩大吗？让他来找我要。谁让你们动我的粮？动手就动手，在城外是你运气好，这次我看你一个人能打几个！兄弟们拼了！自不量力。服不服？服！给我上，干掉他！粮食放回原处，以后谁想跟我猎荒，谁出力，东西分给谁。我的人绝不会被拿去当沙包送死。青哥，以后我们听你的，你比秦虎仗义，实力还强，跟着你，不怕被推出去当替死鬼。意外收获，这下秦虎手下没了人，看他怎么和我斗。滚！再敢来捣乱，我就废了你！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要留下来可以，就按这边的规矩办。登记姓名，按工分领粮，出力多的分得多，偷懒的没有。赵桂芳，你3番2次让外人来咱街上捣乱，到底啥意思？我已经通知城管所了，这回一定让你得到惩罚。赵桂芳，上次你带人采庄稼，这次直接带人来抢粮，黑麦城容不下你这种人。从现在起，你被驱逐出城，限你天亮前收拾东西离开黑麦城。水柱变大了，太好了！这样一来，浇地的水就不用稀释了。李青，你又去井底干嘛？那井不是早干了吗？我又挖了挖，这井没全干，就是出水量有点小，不过够咱喝的了。你不用下来，别摔着了，我马上就上去。好。粮食全毁了，我看他们还会不会跟着你。哪来的血腥味儿？还没干透，有人昨天晚上把兽血泼在围栏外面了。肯定是秦虎，昨天那事儿他肯定怀恨在心，这才连夜弄了兽血来泼在田外，想用血腥味把荒野里的野兽引过来糟蹋庄稼。秦虎昨天吃了亏，连夜用兽血引野兽来报复，他倒是会挑时候。天还没亮，大部分人都没起，野兽正好觅食。不过血腥味这么重，来的恐怕不只是野狼。这混蛋！荒地这边连着大山，一些野兽肯定会被吸引过来。你快去叫张大爷他们，让他们把装好的粮食全部搬到板车上，放咱院子里。剩下的地里还没收的别管了，人先撤到安全的地方。这边我守着。不行，你一个人挡不住那么多野兽。我有分寸，相信我。快去！
快，动作麻利点儿！靠，这些畜生太多了，硬拼绝对护不住后面的人和粮食。野狼怕光和噪音，太阳能灯的光够强，再加上铁桶，应该让他们逼到围栏一侧。但不能全堵死，得留一个缺口让他们有路可走。都堵死了，他们会更疯。张大爷，把铁桶拿出来，所有能敲响的东西全抄上，越响越好。哦，好。把围栏东边留出一个缺口，其余3面全部站多人，不停地敲击铁器。快听青哥的，你们去那边。南边那几个木桩被刚才的狼撞松了，再撞几下就撑不住了。你带2个人去加固，拿铁丝多绕几圈。这边有我。来得好。头狼一倒，剩下的就不敢再冲了。野兽和人都一样，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盘散沙。都跑了，吓死我了！还得是李青啊，一下就把那头狼拍死了。这得多少肉啊？够咱们分好几天的了。李青，你没伤到吧？野兽都是被这些粮食引来的，不把良田烧掉，下一次他们就会冲进黑麦城。你们都看见了，这些狼是怎么来的？就是被这些粮食引来的。以前黑麦城外面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多野兽，自从他种了这些地，这些畜生就开始往咱们这边涌了。幸亏这次来的狼少，但下次呢？下次这些畜生半夜冲进来，谁第一个被咬死？是你们家的孩子，还是你们家的老人？不把良田烧掉，下一次野兽就会直接冲进黑麦城。他说的对，自从这边种了东西，野兽来的越来越勤了。烧了就安心了。你们疯了！这些粮食是李青带着我们一桥一桥种出来的，你们凭什么烧？凭什么？凭这些粮食会害死全城的人！都别冲动，有什么事查清楚再说。刘管事，野兽就是粮食引来的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儿。你要是拦着我们烧地，出了人命你担得起吗？秦虎，你们说野兽是粮食引来的，好，那就试试。嘴皮子说再多也没用。秦虎说野兽是粮食引来的，那就让所有人亲眼看看，这些畜生到底是冲着粮食来的，还是冲着他泼的兽血来的。林宇，把今天早上发现的兽血拿来。兽血和粮食都放在这里，如果野兽是粮食引来的，他们就该去啃麦子；如果他们冲着血来，就该去舔木棍。这些兽血的痕迹和他的身上沾着的是同样的兽血，血是他泼的，野兽是他引来的，跟粮食没有关系。
是兽血，还没干透，搜他身。这些兽血跟你鞋底上的一模一样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你拿我们的命害李青，还想骗我们收粮？泼的兽血不止良田外面那几桶，他把附近的野兽全引过来了。李青，咱们怎么办？你带人把田边那些沾了兽血的土全部铲走，用干净土盖住，一点血腥味都不能留。那你呢？这个时候千万别逞强。这些野兽是被血腥味引来的，哪里的血味最多，他们就往哪儿跑。秦虎这个皮水皮装了不知道多少兽血，味道比田边的血迹浓10倍，挂在板车上推出去，至少能引走80%，剩下的如果有落单的，就好对付了。野兽是追着血腥味来的，哪里的血味最重，他们就往哪儿跑。我来引开那群畜生。熊，有熊进来啦！都闪开，让我来！给我倒！快把缺口堵上！带走，关进机密室等待处置。虽然现在兽群被引开了，但有件事你得知道，这群野兽堵住了出城的路，4个方向的猎荒路线全被截断了。城里5个家区已经3天没人能出城带回食物，剩下的存粮最多撑2天。开饭了，干活的都过来排队，每人1碗麦粥，1块肉。那是林雨吧？以前跟咱们一样饿的腰都直不起来，你再看他现在，衣服干干净净的，手里还管着粮食。早知道当初跟着李青干就好了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当初王彪逼李青去猎荒的时候，咱们谁也没站出来帮过他。林雨，咱们好歹是一条街上住过的邻居，你看我们那边真的一点吃的都没了。你能不能跟李青说说，让我们也领1碗粥？李青被王彪逼着出城猎荒的时候，你们没帮过他；秦虎带人来抢粮的时候，你们也没拦过。现在想吃他的粮，就按他的规矩来，拿物资换，或者替他干活，没有第3种办法。说得好，当初我被王彪逼着去北门猎荒，满街的人看着，没一个人站出来。现在想吃我的粮，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林雨把我想说的全说了。林雨说的就是我的规矩，本家区的人按公分领粮，优先吃饱，其他街上想留下来的，拿盐、种子、工具来换粮食。愿意翻地修围栏的，按天结算，当天领粮。不想干活的，可以去杂货铺买高价压缩饼干，我不拦着。我力气大，翻地修围栏都行。我家还有半袋盐，全拿来换。早知道李青能让大家吃饱，当初王彪逼他的时候，我就该站出来帮他。现在来也不晚，只要肯干活，青哥哥可不会赶人。这个混蛋小子，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你给我等着！谁敢跟李青换粮，以后就别想从我这里换到盐和药。你们可想好了，
今天跟李青换粮，明天再来我铺子里买盐买药，别怪我不卖。黑麦城的盐和药都是我孙某人运进来的，得罪了我，以后你们拿什么腌肉，拿什么治伤？这就对了，压缩饼干虽然硬了点儿，但吃一块顶一天，价格还是不变，买3块送半块，童叟无欺。这盐我不要了，换2碗粥，1块肉，还有我也换，我也换。孙老板，对不住了，你给我们开的工钱只够买半块饼干，李青这边干1天活管3顿饭还有肉，我们不给你干了，降价了，压缩饼干买1送1。好啊，李青，跟我斗，咱们走着瞧。他把能换的粮食都换出去了。我把城里所有的种子都买走，我看他下一批粮食拿什么种。都看好了，黑麦城现在能种的东西全在这儿了。李青的粮食换完这一批就没了，下一茬他拿什么种？你们想继续吃饱饭，就得靠我手里的种子，我也不多要。李青，你听好了，10袋粮食换1袋种子，公平买卖。他说的对，李青的存粮总有吃完的时候，没有种子就种不了下一批地，咱们拿什么填肚子？可10袋换1袋，这不是明抢吗？嫌贵，那你们就等着李青的良田荒掉吧，到时候压缩变干还是我老价格，你们别后悔。他这是看准了我们种子快用完了，想趁机卡咱脖子。别担心，姓孙的以为我手里的种子就这些，所以才敢囤积居奇卡我脖子。他大概忘了，我当初从山洞里带回来的不只是太阳能板和工具，这箱种子一直留着备用，等的就是今天。张大爷，你看看这麦种怎么样？这是末日前那种老种子，比我之前给你那批还好。李青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城外前几天我发现的那个山洞里，不只有太阳能板，这箱种子和那些工具一起藏在山洞最里面，保利比城里的种子好得多。本来打算留着备用的，既然孙老板这么急着卖种子，我就提前拿出来用。李青，算你狠！你给我等着！我就不信你那些种子都能活。这么多种子，光麦种就有好几斤，根本不用担心种子问题。张大爷，张大爷，快把新来的帮工全叫过来，准备开工。孙老板把城里的种子全买走了，但他不知道黑麦城的地本身种不出什么东西，种子再多也没用。关键是这井水，有这口水井在，他囤再多种子也是白费。明天一早，这些地里的苗就会告诉他这个道理。老天爷，昨天刚种的今天全出来了，我种了大半辈子地，从没见过这种事儿。
孙老板，你这种子还是留着自己种吧。李青那边的地昨天刚种，今天苗都冒出来了，谁还买你的高价货？快护住这些嫩苗，这些虫子太多了。这是黑麦城常见的虫害，专啃嫩苗。很久以前也有人种出过粮食，结果就是引来了这群飞虫。李青啊，李青，没有我的驱虫药粉，你这片良田一夜就得被吃光。现在来买还来得及，1袋粮食换1包药粉，价格公道。这些虫子全趴在灯罩上，赶都赶不走。他们不是来啃苗的，是被光引来的。如果把灯搬到田外，虫子会不会跟着光走？你看那些灯，虫子全趴在灯罩上。这些飞虫喜欢光，我们用光把它们引走。对啊，怎么把虫子驱光的特性忘了？快带人把所有的太阳能灯全搬到田外空地上去，灯下面摆满水桶，再弄些湿草点火，用浓烟把田里的虫子往外赶。你们不是缺粮吗？我知道哪里有粮食。李青是吧？城里现在5个街域缺粮，你这些粮食按照管理条例，必须全部上交。5个区域的存粮已经断了。城里现有的储备撑不过明天。按配比条例，你这批粮食必须全部上交，统一分配。要收粮可以，但我有一个问题：上个月发到5个街区的救济粮去哪儿了？按庆额，每个区域都能分到1批。你们说现在断了存粮，那批救济粮在谁手里？你一个种地的，管得着救济粮的去向吗？这压缩饼干是救济物资，上面还印着禁止买卖。孙老板说救济粮早就发完了，但这些饼干的包装纸还是新的，连折叠的痕迹都没磨平。不管是哪种，他今天都别想撵过去。几个居民拿来换粮的压缩饼干，如果救济粮早就发完了，这些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孙老板的铺子里？又怎么会拿来跟我换粮食？这批饼干是3个月前巡查总署发到黑麦城的救济粮，按规定必须免费发放给居民。禁止任何形式的转卖。孙老板，这批救济粮为什么会在你手里？杂货铺后面的仓库门已经打开了，里面堆满了救济粮的包装袋、成箱的盐和药品，全是这批本该发到5个街区的救济物资。孙老板一直把免费的救济粮扣在手里，高价卖给居民。我家孩子饿得直哭，你说压缩饼干是你自己从城外运进来的，卖给我们比市价还贵。原来你一直卖该发给我们的救济粮。那些药呢？上个月我拿全部积蓄给你买退烧药，你说一样换了我3天的口粮，那些药也是救济物资吧？征用取消，这批粮食是你们自己种的，归你们自己支配。大家先去忙吧。里面有很多药品，但全都过期了，有些已经过期好几年。根本不能用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张大爷刚才守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现在突然发高烧倒下了。他腿上之前被维莱姆斯划伤的地方，伤口已经发黑了。仓库里的药我全都查过了，全是过期的，没有1瓶能用。伤口都发黑了，这就是败血病。没有药，
光靠硬昂哪能扛得过去？张大爷这回怕是撑不过今晚了。李青，我们知道你有本事种粮，有本事打野兽，但这治病救人不是光有力气就行的。有再多粮食，没有药也救不了人。张大爷这把年纪了，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们少说2句，李青已经尽力了。你们都出去。林雨，把干净的布和热水放在门口就行。你也出去，帮我把门带上。普通人受了这种伤确实扛不过去，但我手里有灵泉水，当初在井底喝下第一口的时候，全身的伤都在愈合。给张大爷外敷加内服，应该能把他拉回来。只是不能让人知道这水是哪来的。张大爷，张嘴。我昨天晚上明明看见他伤口都发黑了，怎么今天就站起来了？李青到底用了什么法子？李青太神了，能一个人对付熊，对付野猪，会种粮不说，现在又会治病救人，我以后就听他的了。李青，我这条老命是你从鬼门关拽回的，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绝没有二话。糟了！今天收的那批粮食还没来得及入库，再淋1个晚上，这批粮食就全发霉了。梁田这边人手不够，你们搬完那些东西，能不能过来帮一把？我们自己的东西都顾不过来，哪儿还有余力帮你？这雨下得这么急，谁家没点东西要抢？你种地的人多，用不着我们。就是啊，你那么多帮工还不够用，我们这点人手刚够搬自己的。刚才看热闹的时候，一个个抢着往前挤，现在叫帮忙就全跑了。李青，咱们人手确实不够，雨再这么下去，这批粮食就全完了。你们先把粮食往废弃仓房那边运，去告诉所有人，来帮忙搬粮的，今晚每人多领2两肉，3碗粥。这些粮食必须在大雨把田淹了之前，全部搬进仓房。说不帮忙，现在听到有粮拿全跑来了。也好，用几斤肉、几碗粥换几10袋粮食，保住，划算。这可怎么办？家里就指着这点下发给咱们的存粮，这下全泡坏了。哎，要是早点把从孙老板那收缴的粮食发下来就好了，非得集中存放一家家的领，雨一下全完了。李青，我觉得得帮帮这群人，不然过阵子这附近就只有咱家有粮，这群人饿疯了，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。帮帮他们也算免去日后的麻烦，但你们必须得拿出一部分来作为烘干的代价。大家排好队，你们几个把湿粮袋放这边，不要堆在仓房门口挡路。有声音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偷粮？这边我来处理。你先去把帮工们的粮食结了。干活的兄弟们，过来领粮。李青，我们那边是1粒粮都没了，你这仓房里堆着这么多，总不能看着邻居饿死吧？把粮食拿出来，大家平分。没粮食就来偷，有没有点出息？我们拼死拼活抢出来的，凭什么给你们？早知道当初跟着李青干了，你看林雨现在穿得干净，吃得饱，咱们连块干粮都保不住。唉，谁说不是呢？现在后悔也晚了。下雨的时候我去找过你，让你们来帮忙搬粮。你陈贵带的头，说自己的东西都顾不过来，一个招呼全走。现在粮食我的人拿命从雨里抢出来的，
凭什么分给你？他说的是什么话？我们这些人家里都有老人孩子，饿了一天一夜，他李青守着满仓的粮食，见死不救，你们说怎么办？既然他不给，我们自己进去拿。我看今天谁敢进这个门，野猪头狼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更何况你们，有胆子的来试试。陈贵这饿的站都站不住，真要动手，不用我出手，他们自己先撑不住。粮食只发给守田收粮的帮工，其他人想吃饱，明天来地里干活，按工时领粮。不想干的也可以拿物资来换，站在这里堵门，什么都拿不到。不给粮，我让你的粮也烂在地里。李青，排水沟被人挖开了，水全灌进花生地里了。又是谁干的？陈贵，得赶紧处理。来人，去那边用土袋堵缺口。张大爷，你带人去把灌溉用的水泵搬到排水沟，接上管道将积水往水池里抽。哎，你们跟我来。总算赶上了，别让我逮住是谁干的。这缺口不是雨水冲的，是有人用土锹挖的。谁这么畜生，干这损人不利己的损事儿，真缺德！哟，听说这边进水了，李青你也有今天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是陈贵让我挖的，他拿铁锹逼我去挖排水沟的土洋，说只要把水引到这边良田里，你家的粮烂了，我们就得回去求他分粮。我不干，他就骂我没出息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他家里还藏了一个地下粮库，里面堆着几十袋干粮。他根本就不是为了给大家找吃的才来堵李青的仓房，他是怕自己有粮的事情被别人知道。陈贵自己做的孽，这次不用我多说，他手下的人先站出来指认他了，也好，省得我再费口舌。我去你的！再敢打我粮食的主意，我就让你拿自己的粮来赔。以后再敢碰我们的粮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这次踹你进沟是轻的，下次就没这么便宜了。你给老子等着！陈贵自己藏着粮，让我们来替他堵枪口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该跟着李青干活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刚才外面有人在门口转悠，估计是知道咱有粮食了。我的粮谁都不能动，其他人想吃就让他们继续去找李青。李青，我们几个想留下去给你干活。陈贵那边我们不想再待了，先搬粮修围栏，干完今天的活再说留不留。你身上怎么有煤油味儿？陈贵答应给我们每人1袋粮，让我们混进来找回机会烧掉你们的粮仓。我们不干，他就威胁说要把我们几家人都赶出街区。我不针对你们，但你们得带我去陈贵藏粮的地方。带到了，今天的事我不追究；带不到，你们以后不用再来这片地方了。这不是陈贵上个月从我们各家收走的保命粮吗？他说要统一保管，原来一直藏在这里。这是我们家的粮，陈贵把我们的粮收走藏起来，让我们饿着肚子去求李青。粮在我的地方就是我的，我看谁敢拿。你刚才派去烧我粮仓的人已经全招了，现在你私藏的粮食也被翻出来了，你还有什么要说？粮在我的地方就是我的，谁敢拿，我就砍谁！你们都听好了，
这些粮是我囤下来的，谁要是敢上前一步，别怪我手里的家伙不长眼。跟我玩横的是吧？找死！呀！你挖我的流水沟，放水淹我的田，派人在雨夜撬我的仓门，今天又让人带着煤油来烧我的粮仓，这笔账我用不着找别人，就你的粮来赔。张大爷，来了来了。这10袋粮是你放水淹田的赔偿，剩下的粮食从哪家收的，哪家自己搬回去。我只拿该拿的，多1袋不要。李青，我们不跟陈贵了，以后能不能跟着你干？愿意守田干活的可以留下来，按帮工的规矩办。但之前在雨夜撬过我仓门的那些人，我不收。这是之前倒进去的灵泉水渗进井底的土层，这口枯井的土质被慢慢激活了，现在井里能自己蓄水，以后浇地就不用每次都偷偷摸摸倒灵泉了。你们是流民，没粮食了吧？看那儿，那是黑麦城，城里有个人存了几百袋粮，够你们所有人吃1个月。就是你有粮，还存了几百袋粮，我们这些人饿了好几天了，你总不能看着不管吧？我也不多要，拿出1半粮食，我们拿了就走。我的粮只养跟着我干活的人，愿意留下翻地修围栏的，按规矩领饭；不想干活的，拿东西来换也可以。白送，我1袋都不可能给。看见了吧？他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，几百袋粮堆在仓房里，宁可烂掉也不肯分。你们还跟他讲什么道理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上！我说过了，我的粮只给干活的人。你们饿了几天还有力气来抢粮？难道没力气拿铁锹翻地？兄弟啊，你不能就这么算了！你，哎呦，滚开！不让我们好过，那就都别想好过！不给粮，我就让你的庄稼全都渴死！这池子现在归我管，你想浇地，拿30袋粮食来换。不给粮，这水一滴也别想流进你的地里。没了水，他那片庄稼撑不过3天。李青这回不低头也得低头。30袋粮食换1口池子，看他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蓄水池被他们占了，管道也砸断了，地里的苗刚冒出来，要是断水超过2天，这批苗就全毁了。他们张口就要30袋粮，咱们仓库里总共才存了多少？这不是要掏空咱们的腰底吗？蓄水池被占了，但井还在。当初浇第1茬花生的时候，1桶灵泉水能浇10块地。现在井水储量也大了，用这口井撑过这阵子绰绰有余。让他们守着那池子干瞪眼吧。别急，去把张大爷他们叫来，把仓库里那台水泵抬到井边，再从井里接一条管道，直接连到滴灌口，不用蓄水池，直接用井水浇。井水？就咱家那口枯井，里面那水少得可怜，能行吗？不用担心，听我的，快去。
我有工具，能干活，我不要粮，让我留下来干一天，管1顿饭就行。我也会翻地，给口吃的就行。我什么都敢干，求你了。我说了算，带着工具来的，愿意守田干活的20个名额，挑中的今天就能上工领饭。参与过砸管道的1个不要，之前抢过粮仓的1个不要。他怎么可能还有水？哪来的水？刚才来了一批逃荒者是吧？刚得到消息，那批人只是最前面的一队，城外已经出现上千名逃荒者，全是从更远的边境据点涌过来的。刚才这批人只是最前面的一队，城外已经出现上千名逃荒者，黑麦城准备彻底关闭城门。我们只要粮食，不想伤人。但你们要是不开门，我们就自己撞进去。这么多人堵在门口，城门能撑多久？李青，你那边存着几百袋粮，就不能先拿出来给他们吗？就是啊，把粮食分出去，他们不就走了？难道等他们撞开城门全冲进来？粮是我的人一抄一抄种出来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你们想拿我的粮去填外面的窟窿，那守城的材料和人力你们出。李青说的对，粮不是白拿的，想分粮就用劳动力来换。大家都是黑麦城的居民，都得出力。咱们出力和材料加固城门，李青给大家负责粮食，把木桩钉死在门框边上，铁板钉上。守城的人先吃，没干活的先等着。这群人是铁了心不给咱们活路了，给我上！撞开门，咱自己拿。早知道刚才也去帮忙了，现在连碗粥都领不上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一条废弃水道可以直接通到李青的粮田。快点儿！这条水道以前是黑麦城的地下灌溉渠，前面出口就在他粮田旁边的旧崩饭里。他那些粮食全堆在仓房里，从这个出口上去，绕开城门，直通粮仓。你最好没带错路。为了绕这点路，钻了半天臭水沟。要是出去什么都没有，我先拿你填着水沟。不会不会。看住这里，别动。库房那边水道口的铁板被人从里面撬开了，洞口还有新鲜脚印，不止一个人，肯定是陈贵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带着外面的人从水道摸进来了。让所有守夜的人带上铁锹和木棍到布房集合，动作小点，别出声。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他的粮全堆在那间仓房里，外面就几道木围栏，冲进去直接拿就行。给我上！把粮仓撞开！陈贵，上次放水淹我的田，这次又带人钻水沟，你还真是跟水有缘。
想去哪儿？滚出黑麦城！下次再敢来，我让你连水沟都没得钻。李青，我们那边已经彻底断粮了，借我20袋粮食和一批种子。我那边是真撑不住了，这些粮全被雨水泡坏了，一粒能吃的都没有。你能不能先借我20袋粮食和一些种子？你那种子能种出这么多粮食，给我们肯定也能种出来。主要粮食丰收了，借你的立马还你。你的人没替我干过一天活，我仓库里的粮是我的人用命从雨里抢出来的，凭什么拿去养他们？那粮食不借，种子能不能先匀给我一点？我拿东西换，工具、木料都行。我新开的2片荒地还没种满，种子要先紧着自己用，有多余的再谈交换。我以前是木匠，会修农具，会搭棚子，我不要白拿粮，我给你干活，管饭就行。我会打铁，锄头和妥销都能修，你留下我，我肯定不白吃你的粮。张大爷，把人领进去，有手艺的可以留下，空手来的不带，没有一技之长的不带。早知道当初学门手艺了，现在连口饭都换不来。他们那边种地的人先吃饱，没出力的人只能干看着，跟着李青的人哪个饿着肚子？李青，这块地在我区域的边界上，按理归我管。你不肯借粮，就别想再往外多种1亩。这片地从今天起，我说了算。你一粒种子也别想再往这边撒。这片地荒了多少年了？你州城的区域连一茬庄稼都没种出来过。按照黑麦城的规定，荒地谁开垦谁使用。李青把荒地种活了，土地就该归他，你没资格拦。周成，刘所长的话你也听见了，这块地从今天起归我们管，带着你的人走吧。走。地可以给他，但水渠从我区域里过，这个闸归我管。他不肯借粮，我就关上水闸。没有水，我看他拿什么种。没有水，李青这小子就算拿到地也是白拿。他那边的井水不够浇那么多地，等他庄稼旱死了，自然会来求我。周哥，咱们自己也没水了，渠里的水全被你关了，我们连喝的水都快不够了，更别说按你的计划尝试种地浇地了。喝的水我每天统一发，每人1小桶，省着点用。至于种地，咱们这边的地本来也种不出东西，有这点水保命就够了。他李青不是有本事吗？让他自己想办法。我就知道周成这小子要捣鬼，这些管道是以前城里修供水系统剩下的，一直堆在仓库里吃灰。他不让你用水渠，你就从自己的井里引水。管道经过公共道路，谁也没资格拦。来得正好，刘强这人不错，3番5次帮我解决问题，回头得谢谢人家，多谢强哥。张大爷，把太阳能水泵搬到井边。大伙动起来！水渠被关了，周成以为这样就能卡住我的脖子，他大概忘了，我这口井从一开始就不靠他的水渠，再加上灵泉水，他的水闸关不关跟我没关系。昨天刚铺完管子浇完水，今天这菜苗就又全出来了。李青，你用的什么法子？这苗长得也太快了。把门锁上。
地你能种，水你能饮，农具呢？没有铁做锄头和妥销，我看你拿什么开剩下的荒地？这废铁厂归我管，从今天起，一块妥片也别想从这里拿走。没有铁做农具，我看他拿什么开剩下的荒地？5袋粮食换1把锄头，你换得起就拿粮来。拿这个翻地，挖1天也翻不出1垄来。没有铁打的家伙，这地怎么种？李青啊，这是城管队淘汰下来的废铁，留着也是占地方。你拿去重新打一打，兴许能打出几把锄头呢。周成这人就是这样，喜欢干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。别理他。又麻烦你了，强哥。这些料虽然锈了点，但回路冲打完全够用。给我搭个炉子，明天就能出第1批锄头。张大爷，麻烦你带些人给赵师傅打下手。我家还有2块破铁板，能不能拿来换1把锄头？每交1份废铁，换1件修好的农具。会打铁、会木工的，优先安排上工。我会搭棚子，会修房梁，我能换1把铁锹不？当然可以，李青都说了，只要有手艺来就行。先登个记。这是城里最后2只活鸡，我想用它们换1袋粮和1个上工名额，行吗？鸡真稀奇，这年头饭都吃不饱，还能有人养着鸡，也好。灵泉水那么神奇，喂一些给这些鸡绝对没问题。然后鸡生蛋蛋再生鸡，鸡鸡蛋蛋无穷无尽，当然可以。去找张大爷吧。这鸡本来就饿得快不行了，能撑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。李青，你趁早把它杀了吧，放完血还能留1口肉。这只估计活不过今晚，另外那只也站不稳，2只都够呛。与其等他们自己死透，不如趁现在还有点肉赶紧处理了。这只怕是真不行了，就算留着也撑不过今晚。别急着动刀，先留1晚。这水人喝了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枯地都能恢复活性，种出粮食。养活鸡这种家畜应该没问题。状态好起来了，再喂点吃的，估计明天就彻底好了。只要这2只鸡活了，以后就不用只靠田里的粮食和猎来的瘦肉了。这是下蛋了。这蛋是他们刚下的，昨天晚上那只都快不行了，今天就下蛋了。李青，我用这半袋麦曲，再加之前你给我的粮食，把2只母鸡换回来，行不行？买卖已经做完，鸡现在归我。当初看鸡快不行了，拿来换粮食，现在看鸡被我治好了，又想换回去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当初鸡快死了，你拿来换粮，现在鸡被我们救活了，又想换回去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李青啊，我能不能拿东西换1枚鸡蛋？鸡蛋不换，全部留下，等以后吧。现在鸡蛋太少，等攒多点的时候再说。李青，这2只都是母鸡，下蛋没问题，但没有公鸡，这蛋孵不出小鸡。你想把鸡群养起来，光靠2只母鸡不行。对啊，想让鸡蛋孵出鸡仔，还得受精，可去哪里弄公鸡呢？李青，李青，听说你那2只母鸡救活了，但是2只母的可没法孵小鸡。
这是黑麦城最后一只公鸡，你想把鸡群养起来，就拿10袋粮食来换。这公鸡品相真不错，要是能配种，鸡蛋就能孵小鸡了。10袋粮食太贵了，够咱们吃多久了？周成这是狮子大开口。李青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只公鸡精神的很。你那2只母鸡光下蛋孵不出鸡崽儿，没有公鸡，你这鸡群永远养不起来。10袋粮食换黑麦城最后一只公鸡，这买卖你不吃亏。5袋粮食，公鸡你拿走。不要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和我耗，看你能耗到什么时候。1袋粮食，就1袋，你把鸡拿走，再拖下去，这鸡就真死了。小雨，拿1袋粮食来。哎，好。行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粮你已经收了，鸡就是李青的，交易完了就别想反悔。精神了，精神了！你真棒！这只公鸡品相不差，用灵泉水养上几天就能恢复。小鸡啊，小鸡，快来吧！孵出来了，你快看！一共11只，全是活的，咱们有自己的鸡群了。李青，以后咱们有吃不完的鸡蛋了，想吃几个吃几个。对，以后你想吃几个咱就吃几个，煎鸡蛋、煮鸡蛋随便你吃，管够。李青，借我10枚能孵小鸡的鸡蛋，等养出鸡，我加倍还你。李青，你现在有11只小鸡，过几天还能孵更多。借我10枚鸡蛋，我那边也能养起来。等鸡养大了，我还你20枚。上次你说借粮还粮，转头就关了水闸。后来你说换鸡，拿着粮还想反悔。你的账我不筛，鸡和蛋都不借。你把那2只母鸡下的蛋借我10枚，我拿回去孵小鸡。等小鸡出了壳，我还你20枚。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互相帮一把。鸡是我用粮食换的，也是我自己养活的。要是别人，我还可能会考虑考虑。你不借。刘所长，你看看他，我不过是想借几枚鸡蛋孵小鸡，他连这点忙都不肯帮，这种人是不是太自私了？周成，鸡是李青用粮食换来的，也是他自己养活的，借不借鸡蛋由他说了算。你要是真有心养鸡，之前那只公鸡就不该开10袋粮的价。你那2只母鸡总有没地方养的时候，我把城里之前唯一的养殖棚封了，看你能把鸡养在哪儿。李青啊，周成那个王八蛋把城里唯一的养殖棚封了，要是天再冷点，你这鸡可咋办？没事儿，不就是养殖棚吗？我有办法。老孙，带上你的人跟我走，那边有几间废弃房屋，把里面的木板拆下来，够搭一间新鸡窝就行。李青，那边吃肉已经够让人眼红了，现在连鸡蛋都吃上了。听说李青那边只给核心帮工份鸡蛋，咱们这边想换都换不到。换也行，
但必须是没找过我家麻烦、和我家没有过冲突的人才能换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目前鸡蛋产量还不够多，优先保证自己人的供应，等多出来的蛋够多了，再考虑放宽兑换。李青，这2只母鸡每天要吃不少麦麸和碎菜叶，食量是下蛋之前的好几倍。以后小鸡出了壳越来越多，光喂它们就得吃掉不少粮食，再喂下去，人吃的粮也要不够了。啧，小鸡挺能吃啊！这年头拿粮食养鸡，你可真够大方的。你这点存粮，人吃都不够，还养着几十张嘴，我看你能撑几天？等这批鸡把你的粮库吃空了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我的粮仓空没空不用你操心，你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回去想想怎么把你们那边的人喂饱。这的确是个问题，不过当初从老虎洞里收获的那箱种子，好像有一袋草料种子。好，撒种。灵泉水能让庄稼2天出苗，能让快死的鸡活过来下蛋，种牧草应该也不在话下。这片草长起来，鸡群就不用再跟人抢粮食了。李青，你快看，昨天撒的草种今天全长出来了，满满一片全是青的。这些鸡吃了青草之后，精神头比光喂麦坟的时候还好，而且不用再匀主粮给它们了。咱们自己碗里的粥反倒比之前稠了。还是老规矩，以前跟我家李青有过冲突的人不换，其他人想换的先登记名字，拿盐和工具来换。这儿都连偷摸那边都有人偷摸来排队。在城外废墟里发现的，应该是之前逃荒者丢下的。本来想宰了分肉，刘所长说你这儿能养活，让我们先牵过来问问你收不收。我们也不多要，换点粮就行。羊，这可是个稀罕货。这只羊不是饿倒的，它要生了，羊羔卡在里面出不来。羊羔卡在产道里面了，体位不正。这种瘦的皮包骨的母羊本来就没力气生，再拖下去，大羊小羊都保不住。我们牵回来的时候它就已经这样了，想着换点粮食赶紧脱手。你要是嫌麻烦，这羊我们不换了，牵回去宰了还能分几斤肉。李青，这羊你看也看了，难产的母羊救不活的，别浪费你的粮食。 5袋粮食，羊留下可以吗？真要换，这羊能不能活过今晚都难说。你拿5袋粮换只快死的羊，不划算吧？没事儿，你们换不换？换了。不过我先说好，羊出了事儿可别怪我们。拿5袋粮食换只快死的羊，李青，你这次可真是做了笔好买卖。你那2只母鸡是运气好才活下来的，这回我看你还能怎么救？张大爷，把母羊抬进羊圈里铺了干草的角落。 他缓过来一点了，有力气使劲了。接下来得看羊羔能不能转过来。慢点儿，慢点儿。李青，生出来了，2只，1只公的，1只母的，全是活的。真活了！刚才都站不起来了，这下怎么又缓过来了？李青，我们把粮食退给你，羊我们牵回去行不行？ 换都换了，哪有反悔的道理？你们牵回去也是宰了分肉，不如留在我这儿养着。以后谁敢去给李青干活，以后就别想从我的区域领到1粒粮。都听好了，从现在起，领粮的人必须留在本区域。谁要是敢跑到李青那边去干活，以后就别想从我这里领到1字粮。周哥。
你让我们留下，可这粥一天比一天稀。李青那边干活的帮工每天都能领到鸡蛋，咱们这边连粥都快喝不上了。你总得让我们有口饭吃吧？嫌粥稀，那你去李青那边试试，看他收不收你。人家只要带着手艺、自带工具的人，你空着手去，连围栏都进不去。李青，我们在州城那边实在待不下去了，粥越来越稀，他不让我们出来干活，自己那点存粮也不知道还能撑几天。我们这些人都会种地，有的以前还养过牲畜，我们自带工具。只要你肯收，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会养牲畜的站出来。我以前养过羊，羊羔接生、配种、剪毛都会。我会养鸡，鸡瘟怎么防，鸡舍怎么搭，我都懂。10个人，自带工具，有手艺。先登记名字，今天开始上工。行，听你的。你们刚来，先跟着张大爷干几天，翻土、修围栏、割茂草，听安排就行。晚上收工前把工具交回来，明天凭牌子再领。刘所长，刘所长，他把我的人全挖走了。那10个人本来是我区域的居民，现在全跑到他那边去了。他这是抢人，你得管管。他们愿意跟谁干活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你养不生人，不能拦着别人活命。李青没去你区域拉人，是那些人自己背着工具来找他的，这不叫抢。刘所长，我不是不让他们吃饭，我那边的存粮确实不够了。李青，你借我几袋粮食，让我把剩下的人稳住。再这样下去，我那边的人全得跑到你这边来。借粮可以，你区域边缘那20亩荒地，外加河边那间废弃仓房，换10袋粮食。地归我用，仓房我改仓库，你换不换？那20亩地虽然荒着，但也是我区域的地盘。你要地可以，10袋粮不够，至少20袋。哼，不换就算了。行，20亩荒地加河边那间破仓房，换10袋粮食。这片地早就被种废了，没有肥料，种什么都活不了。10袋粮食换20亩废地，还搭上一间破仓房。李青啊，李青，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这地早就被上一把庄稼榨干了，种什么都活不了。你那10袋粮算是白扔了。这批苗能撑过3天，就算你本事大。这地真是废的，就连这种1、2天就出苗的种子也黄成这样。咱们刚来投靠李青，第一茬庄稼就种砸了，以后还怎么待下去？哎，这地种不东西，咱们留在这儿也是白吃人家的粮，早晚也得被赶走。看来得用灵泉的水多浇浇地，增加点土壤活性，先稳住这些帮工。别急着下结论，这地只是缺肥料，不是种不了东西。把鸡舍和羊圈里的粪便清出来，跟碎秸秆混在一起，全部翻进地里。这地缺的不是水，是养分。粪便和秸秆能补上体力，再加上灵泉水催一把，应该能缓过来。周成以为换了块废地给我，等他明天再看，肯定傻眼。活了！你昨天让人翻完肥料、浇完水，今天一早我过去看，满地都是绿的，那20亩地全都活了，比咱们就2天的苗长得还壮，颜色还深。昨天还全是黄苗，今天就全绿了。你用的什么法子，连废地都能救回来？周成要是看到这片地，肯定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让老农带人去追一次肥，把剩下的鸡粪、羊粪全部翻进去。这批苗底子好，追完肥还能再长一截。仓房已经塞满了，要是再放下去，这些菜就全坏了。又收回这么多，仓房已经塞不下了。要不把多出来的便宜换给外面那些人吧，反正咱们自己也吃不完。是啊，与其堆在仓房里烂掉，不如换点盐和工具回来。不能换，这个口子一开以后，不知道惹出什么麻烦。不换，吃不完的做成菜干存起来。谁知道下一茬收成怎么样？现在把多余的新鲜菜全散出去，等到了荒年，别人啃草根的时候，你拿什么填肚子？老孙头，你带木匠组在空地上搭几个晾晒架。哎，这就去。
咱们得留够自己人吃的。这样，先把多余的菜干拿出来交换。行，都听你的。怎么是干巴的？我们想换新鲜蔬菜，不是这种干的。新鲜的不换，只有菜干，换不换？李青，这位是北区的负责人高原，他们那边已经彻底断粮了，今天来找你想借粮。李青兄弟，久仰了。我们北区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前几天还有几袋存粮，现在已经一粒不剩了。你能不能先借我30袋粮食？等我们熬过这段过时，立马还你。果然又是打的粮食的主意，这个口子一开，全城的人都会过来借粮，到时候又是一大堆麻烦。上次周成也说要借粮，转头就关了水闸。再上次陈贵说借种子，派人带着煤油来烧我粮仓。你说借粮以后还，拿什么保证？城里能取暖的煤都在北区，你不肯借粮，天冷以后也别想从我这里换到一块煤。话我放在这儿了，北区的煤以后一块都不会往你这边送。等天冷下来，你的人冻得受不了的时候，别来找我。到时候想换煤，可就不是借粮那点代价了。这天说变就变，昨晚盖了2层破布，都冻得直哆嗦。咱们这边没有煤，柴火也不够烧几天的，再冷下去晚上没法睡了。高原把煤全卡住了，他那边人能烤火，咱们只能硬熬。想用煤卡我，活人还能让尿憋死。没煤就不过冬了，秸秆、干草、碎菜叶、锯末，哪样不能烧？老孙，你之前打家具剩下的锯末还有多少？好几袋呢，正愁没地方放。老孙，你把秸秆切碎。小雨，你去带人把晒干的茂草和菜叶收拢过来。老赵，去铲来几锹晒干的羊粪和鸡粪，所有材料堆在空地上，混在一起。再用废木板钉了几个方框模子，把混合好的碎料填进模子里，用木锤夯实，脱模后一块块码在晾晒架上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这玩意儿比烧柴火还暖和，烟也不呛人。有了这东西，谁还稀罕他那点煤？李青啊，还是你有办法。李青，你真棒！高原把煤全囤在仓库里，说要等李青低头才往外放，他自己屋里烧得暖烘烘的，咱们冻得要死。人家李青那边不用煤，照样烧火取暖，咱还守着北区的煤挨冻，这叫什么事儿？你们烧的什么东西？要你管，你不用拿煤卡我。黑麦城能烧的东西多的是，你的煤留着自己烤吧。林雨姐，不好了，地里的菜要冻死了。昨晚那场霜这么重，他这批菜肯定冻烂了。咱们那边的地冻得跟石头一样，他这边也不可能撑住。前几天他还用秸秆烧火取暖，现在连菜都要冻没了。等高远那边的煤运不过来，看他还能硬气多久。叶片都冻软了，今晚要是再来一场霜，这批菜就真毁了。咱们好不容易种出来的菜，不能就这么冻死。还有救！张大爷，你带人把仓房里剩下的秸秆和旧布全搬出来，所有菜苗盖上东西保暖，动作要快。哎。又到了你出马的时候了啊，灵泉井水。让各位失望了，我们这儿的菜一颗都没冻死，长得比之前还精神。
老孙，带人搭几个挡风棚的骨架。好嘞。这棚子里比外面暖和多了，冬天也能种菜，可不是嘛？咱们跟着林雨，连冬天都有新鲜菜吃。好嘞，老贝，李青，我们不要粮食，就想用煤换几斤冬菜。家里孩子好久没吃过菜了，嘴唇都干裂了。这些人看来是真没办法了。哎，不能看着人活生生饿死。北区的煤，谁也不许拿来跟李青交易。高原，这些煤不是北区的库存，是我们矿上欠了3个月的工钱，不发粮也不发盐，就拿这些煤抵我们的工钱。现在我们拿自己的工钱换几斤菜，你凭什么拦我们？只要是北区出来的煤，就归北区管。我说不准换，就是不准换。你们的工钱你们自己说了算，谁要拦着别人用自己工钱换东西，走到哪儿都说不过去。小雨，去叫刘所长来一趟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又怎么了？刘所长，我们矿上3个月没发粮，拿煤抵工钱。现在我们想用煤换几斤冬菜给孩子吃，高远带人堵在这里不让换，这煤到底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矿区每个月该上交的份额交完没有？交是交完了，可交完了，剩下的煤就是矿工的工钱，他们想换什么，你也无权阻止，明白了吗？菜干和冬菜都在这里，你们拿回去给孩子煮汤喝。这东西可珍贵，省着点儿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煤不错，这下晚上守夜不用挨冻了。都听清楚了，这几个人拿北区的煤和李青交易，北区就已经没了他们的生存位置。矿区不缺人手，你们自己掂量着办。拿矿工的饭碗威胁人，上一个用活路卡我的，已经把自己的地都赔给我，这个还不长进。矿区不缺人手，矿工全走光了，看他拿什么挖煤。谁再敢拿煤跟李青交易，谁就别想回北区挖矿。李青，我们被高原从矿区赶出来了，他说北区不要我们了。我们这些人除了挖煤什么都不会，你能不能让我们留下来干点活，不要多好的待遇，给口热粥就行。你是当家的，你来决定。愿意留下就按帮工的规矩来，修棚、运煤、翻地、拌料，干多少活领多少粮。哎，我们这就干！这里松了，拿钳子来。抡锤子，打石。李青，我们之前在矿区经常用碎煤掺煤干石烧，你这燃料块和煤要是分层满，先放燃料块引火，再铺一层煤，同样一车煤能多烧1倍的时间。收下这些人还真是个正确的选择，术业有专攻，果然没错。那你负责改炉子，灶台这边以后归你管。这样烧，1车煤顶过去2车，以后过冬的燃料更省了。今天新来的矿工大哥们把挡风棚全加固了一遍，还改了我们灶台的烧法，省煤又省料。今晚粥管够，吃完了明天再干。高哥，矿上能下井的人不够，产量比前2天跌了4成，再这样下去，别说出矿了，连库存都撑不了几天。不，
反了他们了！这些矿工是北区登记在册的人，归我管。他们今天必须跟我回去。这些人都是我北区登记在册的矿工，归我管。今天他们必须跟我回去。矿区缺了人手，产量垮了，你李青担得起吗？他们是你赶出来的，你说北区不要他们了，他们才来我这里干活。现在矿区缺人了，又想来抓回去，天底下哪有随叫随到的道理？黑麦城的规定很清楚，居民可以选择替谁工作，任何区域的管理者没有权利强行抓人。高远，你矿区缺人手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不能来抢别人已经安顿好的人。刘所长，这是矿上拖欠我们3个月的工钱记录。高远一直拿煤抵工钱，说是统一分配，可他自己把煤囤在仓库里，我们连取暖的煤都分不到。他拿煤控制我们，谁不听他的就不给煤，这才是他急着抓我们回去的原因。我们都记着呢，高远欠我们的工钱一笔都没还，煤是我们一槽一槽从矿洞里挖出来的，他凭什么全攥在自己手里？这张记录上的拖欠数额和你矿区账本上的数字对得上吗？高远，矿工们选择留在李青这边，按规定我没权强迫他们回去。你要想继续开矿，就和李青商量怎么合作。行，工钱我恢复，煤也可以按比例换你的粮食，但矿工得回来一部分，矿井不能停。可以，愿意回去的矿工我不拦，想留下来的继续在我这边干活。以后每批煤按固定比例换粮，白纸黑字写在纸上。我不回去了，在这边干1天活领1天粮，一家人顿顿能吃饱，比在矿上被克扣工钱强100倍。谁想回去谁回去，我留下，我也要留下。李青，今天挖煤的时候，我们在矿洞最深处挖出了一扇末日前留下的铁门，门后面好像有机器还在运转。真有一扇门。这是末日前建的矿井通风系统，本来打算给整个矿区供暖用的，灾变之后就再没人提过了。这些设备放了这么多年，风机还能转，管子也没渗透。这些东西在矿区发现的，就该归北区。我要把这些管子和铁架全搬走，一根都不留。废弃设备归属权看谁负责修复和使用。这套通风系统是全城公共设施的一部分，谁能让它重新运转，谁就有使用权。你要搬走可以，但你得先证明你能让它发挥作用，否则就是浪费公共资源。矿区恢复矿工工钱，我用粮食支付。作为交换，这些通风管和铁架分我一部分。我把地下热风引到我那边的挡风棚，冬菜就能扛过寒潮。剩下的材料归你。矿上现在人手不够，靠我自己修复这套系统，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。行，材料1人1半，矿工工钱你说到做到。这套通风系统解决了冬菜的供暖问题。以前靠烧煤和燃料块撑，现在用地热，成本更低，效果更好。高原这次总算没有挡路，但他拿走的那批材料能发挥多大作用就不好说了。地下是热的，棚子里比屋里还暖和，这批冬菜不用再担心风冻了。把种子撒下去，把通风管接上。我就不信北区的地种不出东西来。李青能种，我一样能种。这回应该能行了吧？棚子搭的跟李青那边一模一样，通风管也是从矿洞里拉出来的，温度也上来了，种子总该发芽了。高哥说了，李青能种出来他就能种出来，咱们北区的地又不比那边差，
凭什么只有他那边能长庄稼？都看好了，棚子、通风管、种子全齐了。明天一早，这些地就能冒出苗来。李青能做到的事儿，我高远一样能做到。温度够了，种子还是不发芽。李青那边的地到底是怎么种的？咱们照着他一模一样搭棚通风，还是种不出来。这都第2回了，上回没棚子种不出，还能说是地太冷。现在棚子里跟春天一样，还是不行。我看不是棚子的问题，是咱们北区的地根本就不行。李青，你快来看，昨天撒的那批冬菜种子全发芽了。这批苗出的比上批还齐，通风杆保持现在的温度，滴灌也别停，照这个速度，再过一阵就能收第一波冬菜。咱们棚子里的菜一茬接一茬的出，北区那边听说也搭了棚子，不知道种出来没有。当初矿工们投靠李青的时候，我就该跟着去。现在人家棚子里绿油油的一片，咱们这边连根草都不长。高远搭棚子有什么用？土不行，说什么都白搭。谁过来帮我种地，这些煤就归谁。你们几个以前是北区最好的矿工，在我这干了这么多年，现在李青给你们多少？我出3倍。这些煤今天就堆在这儿，谁过来帮我种地，煤当场拉走。我高远说话算话。这群人肯定看见李青是怎么种粮食的了，只要把他们先哄回来，套出种粮食的方法。哼！高远，你以前给我们开的工钱呢？欠了3个月的煤，说抵就抵。你拿煤控制我们，谁不听话就断谁的煤。现在你说出3倍工钱，我们信不过你。我在北区挖了2年煤，你从来没让我家里人吃过一顿饱饭。到李青这边干活的头1天，我老婆孩子就喝上了热粥，还分到了半颗鸡蛋。你拿煤来换我们回去，我们不换。你们想清楚了，矿区是老本行，在李青这边修棚挖沟能有几天活见？他不缺人手的时候还能养着你们吗？李青不缺人的时候也没赶走过谁，你矿上不缺人的时候把我们的工钱全扣下了，这就是区别。李青，我们也是北区的矿工，高原说谁过来帮他种地就给煤，我们不去，我们想留在你这边干活，按你的规矩来，修棚、挖沟、翻地都行，来者不拒。只要有一技之长，肯卖力气，我就绝对给你们留口饭吃。林宇，给他们登记。今天下午先跟着老矿工加固挡风棚，干完活晚上统一发饭，自带工具的按熟练工算工分，干得多的领得多。来，跟我走。煤车退回去吧，你那连地都种不出来，谁稀罕你那点煤？把热风通道给我关了！没有北区的热风，我看他的菜还能不能活？热风断了，管道口一点热气都没有，肯定是矿洞那边有人关了总阀门。高远这个王八蛋又把阀门关了，上次关水闸，这次关热风，他就这点出息。没了北区的热风，你那棚子撑不了多久。今天晚上温度一降，棚子里的菜全得冻死。李青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低头，我什么时候把阀门给你开开。把仓库里的秸秆燃料块搬出来，每个棚子加一个煤炉，太阳能风机接上，不用热风，我们自己供暖。哎，明白。高远还以为关了热风就能卡住我们，却不知道李青小哥的手段有多高。
把阀门打开。矿井通风系统关系到所有下井矿工的安全，你关了总阀门，矿洞里一旦出问题，下面的人全得死。你没权拿矿井的命脉去报复别人。我关自己矿区的阀门，跟你没关系。矿工登记在案的有一半还在北区，你关了通风，他们出了事，你这条命够赔吗？现在打开。李庆，你这冬菜该分一分了，大家都缺蔬菜，你一个事儿种出这么多，不能全占着。就是，大家都住在黑麦城，你总不能看着我们那边的人整个冬天吃不上菜吧？这批冬菜大家平分，对你来说不亏。李青，这批冬菜你不能全占着，大家都缺粮食蔬菜，你一个事儿种出这么多，总不能看着全城的人冬天啃草根吧？按街区平分，1家1份，公平合理。这回不是我一个人说了，大家一致要求你平分冬菜，你总不能连大家的面子都不给吧？土地是我的人翻的，棚是我的人搭的，粮食也是我的人拿命守住的。暴雨那天你们没人帮我搬粮，霜冻那天你们没人帮我盖苗，现在冬菜熟了，你们倒想起来平分了？想要冬菜可以拿物资换，或者派人来干活，按工分领粮，白拿。做梦！李青，你这就太不顾全大局了，你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。黑麦城只保护合法交易，没有强抢私人粮食的规定。李青的冬菜是他自己种出来的，想换想卖他自己说了算。你们要是有意见，可以拿出物资来跟他换，或者派自己区域的人来给他干活。规矩就是这样，谁也不能破。换就换，这批盐和塑料布，换你20筐冬菜。盐半筐换2筐菜，旧铁器20斤换1筐菜。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个来。给我也换10筐。哼，按规矩交换。我们从更远的据点一路过来，没见过哪个城冬天还能种出新鲜蔬菜。你这棚子里的菜我们全要了，下一批粮食不管种多少，我们全包。作为条件，以后黑麦城所有的药品和机器，我们只卖给你一个人。你好，我叫杜成，这支商队的首领。我从中心城到边境跑了3年多，还没见过哪个据点冬天还能种出新鲜蔬菜。你好，李青，你说你想要我的菜，还是连以后的粮食也全包了？对，我打听过你们这边的情况了，你是个人才，以后我们商队带来的药品和机器只和你交易，怎么样？你只需把粮食全部卖给我。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，想用垄断的方式把我的粮全收走，这样一来，黑麦城的粮食全掌握在他手里，其他人想买药买机器，还得看他的脸色，真是不愧商人本色。粮食可以换，但你想靠我的粮控制整个黑麦城，不行。药品和机器，你爱卖给谁卖给谁，我只管种我的地，不掺和你们垄断的生意。还挺机灵，有点意思。不过年轻人太气盛，得敲打敲打。年轻人，你知道外面药品有多紧缺吗？一支退烧针能换半车粮食，一台抽水泵能换一个冬天不愁水。你要是不接这笔买卖，你的粮食我照买，但我的药和机器，以后跟黑麦城其他人怎么交易，你就管不着了。哼！把货收起来，不急着卸，咱们在这儿歇一晚，明天往下一个据点走。老板，牲口撑不住了，这几天一直没找到草料，光喂硬麦子他们消化不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明天一匹都站不起来。把仓库里晒干的玉米秸秆搬几桶出来。
买卖不成仁义在。李青兄弟，你这批草料怎么换？草料和实况冬菜换你车上那台抽水泵和2箱药品，公平交易，不附加任何条件。行，抽水泵和2箱药换草料加实况冬菜。抽水泵和药品的价格从今天起翻3倍。这次你用草料和冬菜换走的那批货，是我看在你帮我喂了骡子的份上给的优惠价。下次再来可就没这么便宜了，你迟早还得来找我。翻3倍是你的事儿，买不买是我的事儿。我这边能用秸秆和废铁解决的问题，用不着花3倍价钱找你。老赵，你过来看看这台泵还能不能修？我是机械工出身，以前在矿上修过类似的泵。这台泵主体没坏，就是叶轮锈死了，换个轴承再除去絮就能转。矿洞仓库里有几套备用轴承，尺寸对得上，我去拿。哟呵，人才啊！又长出来了，这帮人还等着看咱们的笑话，结果咱家的地越种越多。李青，你这法子真是绝了！老板，出不去了。昨晚上那场大雪把出城的路全堵死了，山口那边的雪积了有半人深，车队根本过不去。咱们车上剩下的草料和吃的，最多还能撑1天。李青，出城的路被大雪封死了，我车队上草料只够撑1天。你先借我几款草料和几袋粮食，等路一打通，我立马还你，按3倍还都行。不赊账，想要粮食就拿现有的东西换。你那车上不是还有塑料布和药品吗？拿这些来，我给你换草料和冬菜。还想以后拿3倍价格来威胁我，我倒要看看你现在怎么办。这批塑料布是我留着到下一个据点卖高价的，现在拿来换草料，我这一趟就白跑了。杜老板，我们跟你跑了3年，从来没在半路上断过粮。现在大雪封山，骡子没草料站都站不稳，人没吃的扛不过今晚。你要是不肯换，那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老板，再不换粮，人和牲口都撑不住了。你留着塑料布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行，塑料布2箱药品，再加1批机器鳞片，换你20捆草料和15筐冬菜。小雨，安排人对接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人。你们赶了这么久的路，都没好好吃顿饭。灶台上有刚熬好的热粥，每人先领1碗，暖暖身子。这粥里还有菜叶子，我们跑了几个点都没见过冬天能吃上新鲜菜的。这一趟虽然赔了塑料布，但这口热饭值了。李青，城外来了几十个流民，堵在城门口不走。我们不白吃饭，只求给一条活路。不能开门！这些人放进来，咱们那点存粮不够他们抢的，谁也别想拿我的粮去填这个窟窿。这回我跟周成一个意思，这么多张嘴放进城，粮食不够分，到时候全城都得乱。唉，也是，咱们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，再来一些人只会把咱们全部拖垮。耗着吧，等会儿他们就走了。他们没粮食，我有啊。这些人中说不定有稀缺的人才，万一错过了，就是莫大遗憾。我下去跟他们说，我们不白吃白拿，只求有个地方干活，换口饭吃。我们从更远的据点一路走过来，那边早就断粮了，能走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。会干活、愿意登记的人可以留下，按帮工的规矩来，干多少活领多少粮。想白拿粮食的现在就离开，敢趁乱抢东西的，他们几个就是例子。都听清楚了吧？我们是来求活路的，不是来抢东西的。
有手艺的自己站出来，别藏着；有跟那几个混楼一样想法的自己滚，别逼我赶。我以前是药房的药剂师，会配药，会处理外伤。你们这里缺医生吗？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求给孩子一口热粥。我是铁匠，打铁修农具都会。我不要工钱，让我老婆孩子吃饱就行。我是机械工，以前修过水泵和发电机。林宇，出来登记。老张，带人搬几筐冬菜和2袋粮食出来。今天先给这些登记过的人发一顿热饭，剩下的按工分安排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现在同意独家交易，以后黑麦城所有药品和机器我只卖给你一个人。你要是还摇头，这批货我就全部拉走，一件都不给你留。你想清楚了？都愣着干什么？装好车就出发，天黑之前要赶到下一个据点。杜老板，我不走了。我们跟着你跑了3个据点，每到一个地方都是高价卖货，低价收粮，吃的是发霉的干饼。到了李青这里，人家二话不说，先给我们1人1碗热粥，粥里还有菜叶子。我赶了大半辈子车，没见过第2个肯这样对待过路商队的人。你要把货拉走，你自己走，我不走了。我也不走。你那些药品和机器卖给谁都是卖。卖给李青还能换冬菜和热饭，你非要拉走。我们这些兄弟跟你跑了3年，总不能饿着肚子跟你跑第4年。你的人既然都不想走了，那我再说一遍我的条件：药品、机器、燃油都可以拿来换粮食，按固定比例交易，公平公开。黑麦城任何人想要换你的货，拿自己的粮食来换，我不拦着。但你想靠我的粮食独占全城的药品和机器，不行。杜老板，这个条件对你不亏，你手里的货照样能换粮食，还不用再拉着车队满世界跑。冬天路不好走，有个稳定的交易点比什么都强。你想想，我们上一趟差点冻死在雪地里，是为了什么？行，按你说的条件来，但你得答应我，黑麦城只有你一个交易点，我不跟其他区域的人单独谈。成交。李青，我刚核对完其他区域的存粮记录，其他区域这几天都只出不进，储备已经彻底见底。眼下大雪还封着路，要是再没有粮食进去，最多2、3天那边的人就会断粮。李青，你仓库里堆着几百袋粮食，棚子里冬菜一茬接一茬的收，我们那边连粥都快喝不上了，你总不能看着全城的人饿死吧？今天你必须拿出粮食来，咱们大家平分。这回我跟周成一个意思。北区的存粮也见底了，你再不分粮，我们那边的人今晚就得啃树皮。没有粮食，北区的煤你1块也别想拿到。李青，我们不要多，给孩子换碗粥就行。我家老人2天没吃东西了，你行行好，发点粮吧。怎么办？看样子这群人得不到粮食是不罢休了，那眼神恨不得冲进来抢。都给我闭嘴！粮食我有，但不白送，还是老规矩，修城墙、挖水沟、运煤、搭棚，干活就有饭吃，不干活一粒粮食也没有。林宇，把招工登记册拿出来，让大家登记。愿意干活的来这边登记名字。今天上午修城墙，下午挖培水沟，干完活晚上统一发粮。都别动，你们去给他干活。我那边的地谁来种？他是趁机抢你们的人。今天你们去给他修城墙，明天就得全听他的。就是，我们自己的活还没干完，凭什么给他出力？你这不是招工，你是拿粮食当诱饵，挖我们墙角。
大家都别去。说了好几遍了，城里的粮食不是凭空来的，李青的粮食是他带着自己的人一点一点卖力气种出来的。你们想要，就拿劳动力来换。谁想吃粮，就按他的规矩出力，不想干的也不勉强。但谁要是想趁乱抢粮，城管队就在旁边看着，谁乱来我就抓谁。我们走，不吃他的粮也饿不死。我们还有自己的存粮，不需要给他干活。西区的人跟我回去分粮。孙哥把压箱底的存粮全拿出来了，这下咱们不用去李青那边干活了，还是跟着孙哥踏实。自己人总不会亏待自己人。都排好队，每人1碗粥。今天敞开了吃，只要大家留下来，以后咱们西区自己种粮自己吃，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。孙哥，这粥稀得跟水一样，碗底都没几粒麦子，就这点东西撑得过今天，明天吃什么？仓库里就剩这些了，今天先全分给大家。明天我想办法去换粮，你们先别急着往李青那边跑。小雨，看，回来了。去安排人做个登记吧。还是你厉害，我这就去。排好队，登记名字，领工具牌。今天上午修城墙，下午翻地，干完活晚上统一发粮。李青，孙哥那边实在没粮了，昨天那顿粥喝完之后，连锅底都刮干净了。我们不是不想跟他干，是真没东西吃了。你这边还缺不缺人？缺人。不管之前跟谁干活，来我这里都按同样的规矩登记上工，按工分领粮。林宇，给他们按熟练工登记。李玉姐，不好了！好几座棚子的塑料布全被风掀开了，菜苗全露在外面，再不盖回去，这批菜就冻死了。老赵，把仓库里那捆铁丝全搬出来！张大爷，你带人把秸秆和旧布抱到棚子那边去，动作快！老赵，你带矿工把所有棚架的连接处用铁丝重新加固，每根横梁和立柱的交叉点绕3圈。老孙，你带木匠组把被风掀开的骨架扶正，断裂的木桩立刻换新的。菜苗已经冻了快半个时辰，再拖下去根都要冻坏了。秸秆铺厚一点，旧布边角用石头压住，别让风从底下去灌进来。昨晚守夜和抢修棚子的先领，
每人1碗热粥，多加1勺菜干。干一晚上活，天还没亮，热粥就端到手里了。之前在西区的时候，冻了1宿也没人管死活，还是这边靠谱。听说李青手底下分了工，木匠管棚子，铁匠管工具，矿工管煤，各干各的，谁也不耽误。咱们刚来就被编进抢修队，干完活立马有饭吃，确实比之前待的地方强100倍。李青，西区也想派人参加劳动。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，只要能换粮，什么脏活累活都行。李青，煤矿塌了，矿工全被堵在里面，黑麦城的煤最多只能撑3天。老孙、老赵，带上工具去矿洞救人。塌方的位置在主王道，煤仓和备矿工都在里面。我的意思是先保煤仓，把通风口用木柱撑住，煤还能继续出。救人可以等旱道稳了再说。等旱道稳了再说。矿底下埋着的是跟我们一起下井的兄弟，你让我们先保煤仓。我哥还在下面。高原，你敢再说一句先保煤，我现在就把你塞进矿洞里填坑！都住手！人没了，剩下的煤烧完以后谁继续挖？煤仓塌了可以再建，矿工没了你拿什么补？老赵，把咱们现有的千斤顶全搜集下来。老孙，把商队之前留下的铁锁和太阳能照明灯全部搬到矿洞口，动作要快。走！老孙，二蛋！里面有敲击声，人还活着，就在碎石堆后面。把千斤顶架在那几块石头下面，所有人听口令，轮流加压。老孙，用铁锁套住上面的碎石，等下面顶起来，立马往外拽。1、2、3。出来就好，出来就好。是李青带人来救的，不是他，你们今天就全埋在下面了。以后矿区的工分怎么定，挖出来的煤怎么分，我们只认李青的规矩，谁定的都不好使，我们就认他。之前一道裂缝的水量就能浇10几亩地，现在又多了一道，水流翻了不止1倍，绝对够用了。有了这些水，就不只是种地那么简单了。黑麦城的规矩
也该换人定定了。老赵，快把仓库里备用的水箱全搬出来。今晚加班，把管道接到新开的那片荒地。老孙，你带木匠组再多订几个水箱架子，天亮之前要全部就位。好，没问题。昨天还是冻土，一夜之间全发芽了。我在这片地上折腾了好几个月，连根草都没种出来过。李青到底是用了什么法术？矿工们说的对，谁定的规矩都不如地里装出来的庄稼实在。我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以后咱黑麦城的种植、煤炭分配和物资交换，自今天起全部由李青统一安排。李青啊，我没看错人，登记册我已经让人重新整理好了，以后全程按你的公分制度来。谢谢刘哥的信任，谢谢大家的信任，请大家放心，我李青办事绝对不含糊。听说你们这儿有不少粮食，既然有那么多粮食，就不能只留在一座小城里。我是荒原堡的少峰，让我进去，咱们谈谈粮食分配的事儿。我在荒原堡和边境跑了3年，从没见过冬天还能种出粮食的地方。我今天来和你谈笔买卖，武器、燃油、铁甲车，你要多少我给多少，条件是拿你一半收成来换。你跟我合作，边境没哪个据点敢动你。粮食可以换，但得按固定比例交易。荒原堡想要菜干和麦子，拿武器和燃油来，价格公道，同走无期。但要我交出一半收成，免谈。黑麦城的粮食是全城人一锹一锹种出来的，不是拿来进贡的。你可能没见过这种猎弩的威力，一箭能定穿2面钢杆。你那几个木拨子和围栏，在我眼里跟纸糊一样。我今天带着10几把弩站在这里，你跟我说价格公道？你试试，老头子只要活着，你就别想动粮。想吓唬人？你去外面打听打听，黑麦城几波野兽攻城是谁带人打退的？外面那些逃荒者从外面钻水沟进来是谁揪出去的？你想动李青，先问问我们这些人同不同意？晃动他方，他带人把我们兄弟从石头缝里一个一个拽出来的。你今天拿弩指着他的棚子，就是拿弩指着我老赵。看来你们不是一般的农民。行，买卖嘛，能谈就谈，谈不拢再说。那就谈2桶燃油加10把猎弩，换20筐菜干和10袋麦子。想多拿粮就多拿东西来换，但一半收成的事儿不用再提。成交。我有的是办法治你，不交粮，任何商队都别想进城。外面的路被封了，商队进不来，盐和药全断了。没有盐，肉腌不了，菜也存不住。再过几天，家里那点存货吃完，就得啃没滋没味的干粮了。听说是荒原堡的人堵的路，他们有铁甲车和猎弩，咱们这边的猎荒队那几杆老弩怎么跟人家打？路不通，东西进不来，城里存的那点盐撑不了多久。李青，外面的路被少峰堵了，盐和药品运不进来，我那边的人已经开始慌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怕是压不住。你之前不是跟商队换了不少东西吗？能不能先一部分出来应急？我
仓库门打开。菜干足够撑到明年开春，盐能保证全城腌肉和日常用度。药品虽然不宽裕，但处理外伤和寒情病没问题。燃油和种子也都有储备。盐和药品从来没有断过，之前换的都存下来了。林宇，按工分发放物资，先保证这几天干活的人。外面路堵了这么些天，咱们这边盐和菜照领，粥照喝。当初跟着李青干活，真是选对了。路堵了这么多天，他们不但没来求我，菜还越种越多。只要你们帮我打开良田，我就给你们武器，让你们重新掌权。你们以前在黑麦城都是说了算的人。周成，你那片地的水闸想关就关。高远，全城的煤都从你手里过。孙权，西区的居民排着队领你的粮。现在呢，你们的人全跑到李青那边去了，他一句话比你们10句话都管用。我给你们每人10把猎弩，2桶燃油，只要你们帮我打开良田的围栏，黑麦城的粮食我们平分。以前我手里有水闸，居民照样饿得啃草根。现在水闸归李青管，那片地反倒长出庄稼。猎弩是好东西，可我拿它对着自己城里的人，算什么本事？矿洞塌方的时候，李青带人救了我手下的矿工。你今天拿几把弩让我去开他的良田，我要是答应了，回去怎么跟那些矿工交代？他们现在见了我还叫我一声高哥，我不能让他们改口叫我高贼。以前我手里有粮的时候，居民照样饿得端着空碗站广场上骂我。现在李青管粮，他们顿顿能喝上热粥。你说给我武器让我重新掌权，我掌权图什么？图他们骂我骂得更狠。哼！既然你们不肯开良田，我就自己来。来了，都准备好！林宇打开围栏大门，老赵守住缺口。张大爷，你带人从侧面绕到铁甲车后面，把路堵死。靠，有埋伏！你这猎弩能钉穿钢板，我就把它废了。现在带人走，我就放你一马。我们黑麦城不惹事儿，但也不怕事儿。撤！暴雪马上就到，我等着他们自己出来求粮求火。暴雪马上就要来了，趁地还没彻底冻实，把剩下所有荒地全翻出来，能种多少种多少。李青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就算翻出来种下去了，普通种子在土里也得10天半个月才能出苗，暴雪一下，全得冻死在里头啊！有灵泉水在，只要赶在暴雪落地前，就能再抢出一茬收成。照我说的做，老赵，你带矿工把所有水泵和水箱再检查一遍。老孙，木匠组去把挡风棚的骨架再加一层横梁。张大爷，你去通知其他街区的帮工，今天全部下地，能下种的地一块都别空着。哎，这就去。这样一来，就能利用灵泉的神奇，赶在暴雪之前再丰收一次。又发芽了，一晚上的功夫，连西边那片板结地都冒苗了。全城的地都绿了，我这辈子头一回见到这种神奇的事情。5片地同时出苗，黑麦城从建成以来就没见过这种景象。李青，以后你说怎么办，咱们就怎么办。所有人提前收割，能收的全部收完。菜干、煤炭和燃料块分成3批，分散存放在挡风棚、矿洞仓库和地下储藏物。鸡蛋和羊羔转移到矿洞保温区。林宇，你负责登记每批物资的存放位置。交给我。
极寒暴雪预警，中心城气象站确认，一股极寒气流正在向南移动，预计3天内覆盖黑麦城及周边地点。暴雪要来了，再不囤粮就得冻死饿死。李青，你快把仓库打开，多少卖我们一点，我拿工具换，什么都行，给我1袋麦子就行。都安静！从安监起，个人换粮全部暂停，所有粮食优先进入公共仓库，按全城统一分配。想过冬的，参加加固城墙、清理积雪、保护粮棚，干多少活领多少物资。林宇，把新的登记册准备好。李青，我那边的居民手脚慢，力气也小，干不了重活怎么办？你不能光让有力气的人吃饱，老弱妇孺也得活呀。老弱妇孺的口粮按基本配额发放，1分不少，但青壮年不干活，1粒粮食也没有。你回去告诉他们，想守着空碗等别人送粮的，这个冬天不可能扛过去。修城墙的去左边领工具牌，清理积雪的去右边。干完活凭牌子领粮，天黑前全部发放到位。我前2天没干活，现在还能登记吗？能登记，但之前参加过劳动的人先领，你今天登记，干完活排到最后领，规矩一直没变。城墙加固了，挡风棚加固了，物资分散存好了。黑麦城在暴雪来临前，把所有能做的准备都做了。燃油机已经接好了。商队留下的那2台机器线路都检查过了，随时可以启动。打开地下热风通道，所有煤炉加满，秸秆燃料块备足，燃油机准备点火。所有老人和孩子集中到3号棚和5号棚，那2个棚离矿洞最近，地下暖风最足。青壮年分成2班，一班守住煤仓，一班护住粮棚。各白组负责人来我这里领排班表。这雪下得这么大，咱们能撑过去吗？放心，李青小哥那边燃油机都启动了。棚子里暖和得很，你进去看看，比你家那间破屋不知暖和多少倍。李青小哥，真是咱们的大救星啊！所有老人和孩子都安置好了。煤仓和粮棚的守卫已经就位，排班表发下去了，咱们该做的都做了。辛苦了，小雨。只要有你在身边，再累都不算辛苦。粮仓就在挡风棚后面，趁着城墙塌了，兄弟们给我冲进去！老赵，铁板顶住正面。张大爷，你带人从侧面绕到他们身后，把退路封死。交给我。好嘞，看老头子我的。少峰，你的弩箭穿不透铁板，让你的人把弩放下，赶紧滚！这是最后一次，再来一次我就不客气了。
出！李青，我们来帮你。以前我们只知道站在旁边看你一个人扛，今天这城墙是全城人的城墙，不能让外人踩进来。看来时间真的能改变一些东西，就连曾经懦弱的居民们，现在也能勇敢地站出来。这座城的人心慢慢聚到一起了。没有煤和地下热风，我看他们还能撑多久？李青，矿井现在归我管，你想要煤，想要地下热风，就把挡风棚里所有冻菜全部搬过来，一筐菜换一车煤，少一筐都不行。这个蠢货，这种天气就算给了你又能怎样？你能拿走还是能全吃下去？矿井是黑麦城的命脉，不是你谈判的筹码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带人退出来。今晚的事我不追究。你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？矿洞口在我手里，通风设施在我手里。你不交菜，我就让人关了通风阀门。你那些挡风棚里的菜苗，一个晚上全得冻死。就是这儿，走。就是现在！前后都是我们的人，你的弩机还能瞄哪儿？交给我处理吧。按黑麦城的规矩，率众抢劫、非法侵占公共设施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挡风棚里的灌溉管道全冻住了，地里的菜苗浇不上水，已经开始低头了。管道全冻住了，这菜救不回来了。与其让它们烂在地里，不如趁早拔它当柴烧，至少还能换点热量。就是啊，你看这叶子都蔫成什么样了，浇不上水，再暖和的棚子也救不活冻坏的根儿。拔了吧，空出地方还能多堆几捆秸秆。不能拔！李青还没发话，谁都不许动这些菜。你们忘了上次方冻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说菜苗活不了，结果呢？第二天全挺起来了。这次也一样，他说有办法就一定有办法。所有菜苗一株都不许动。老赵，你把地下热风的管道分一路出来，沿着灌溉管道走，用铁丝固定在管壁上。张大爷，每隔3步放一个煤炉，点上小火，慢慢烤，先把管道里的冰化开。冰化了，管道里有水流了。幸好灵泉井不受严寒影响，不然还真是一件大麻烦。李青，李青，你太神了！又活过来了，昨天都冻成那样了，一夜之间全直了。你老实说，是不是跟老天爷拜了把子？这批菜比上一耙长得还好，已经能收了。
李青，比上批冬菜收的还多，咱们黑麦城的人都在这儿了，按人口平分吧。每家每户都等着这批粮过冬，公平分账，大家都没话说。北区没意见，按人头分，1家1份，简单省事。西区也一样，大家都是一个城的，有粮一起分，谁也别多占。按人口平分，那这登记册上记的工分怎么算？老赵带着矿工在矿井里钻了整整1个冬天，张大爷带着帮工修棚子，修到手上全是血泡。他们出的力最多，分的粮就该最多。参与种地、守城、挖煤和修棚的人优先领取。那之前没干活的人呢？总不能让他们空着手回去吧？没干活的人今天就可以登记。林宇，把新一批的招工名额公布出来。开春前还有一批地要翻，矿井要清逛道，城墙也要修补。想吃饱饭的，现在报名。还有名额，快去找老孙领工具牌，再晚就排不上了。黑麦城的粮食、煤炭和种植队，从今天起正式由李青全权负责。以后全城的工分分配、物资调拨和种植计划，一律按李青的规矩来。这是城管队正式下发的文件，各区域管理者都看清楚了。都听见了吧？以后想吃饱饭就跟着李青干，老头子我第一个带头翻地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再等别人施舍粮食，黑麦城的粮我们自己种。